北蛮左贤王已死，残兵逃出30里，这一仗我们赢了。镇北侯威武！伤亡多少？阵亡3200，冻伤17000。军医说，若朝廷的东医再不到，兄弟们还能熬，可手脚未必保得住。朝廷说新帝登基会犒赏边军。报！京城钦差已到30里外，奉女帝圣旨前来犒赏镇北军。真来了！这边关的味儿真是冲鼻，也不知你们这些丘巴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待10年。边关将士只求朝廷答应过的东医军饷抚恤能如数送到。侯爷放心，陛下圣恩自然少不了你们的。开枪！怎么才这么点儿？边军粗人够用就行，还想穿绫罗绸缎不成？裴大人，本侯记得圣旨上写着东医10万件，军饷100万两，这些怕是不够。秦北川，你是在质疑本国？侯爷，已经清点完毕，东医3万件，皮靴2万双，军饷20副虚银，一文未见。100万军饷只剩20万，10万东医只剩3万。我镇北军死了这么多兄弟，抚恤银一文没有。赵将军，说话可要小心，你这是怀疑本官贪墨？你敢说不是？放肆！本官奉陛下圣旨而来，代表的是天子威严。你区区边将也敢对本官拔刀？秦侯爷，这就是你练出来的兵，不懂规矩，不知尊卑。怪不得京中有人说镇北军只认秦北川，不认朝廷。裴大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本官说错了吗？陛下登基大喜，特意赐下犒赏，可你们不但不感恩，还当众钦点，质疑拔刀，这不是藐视朝廷是什么？圣旨。原件呢？在此。这不是明着少了一半，不是少了8成。边关路远，运输损耗难免有缺。再说了，朝廷如今也不宽裕，你们这些丘巴有口饭吃，有件衣穿，还挑3拣4。我兄长去年战死，家中老母还等着抚恤银买药。裴大人，抚恤银也会运输损耗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镇北军小卒，陈实。小卒也敢质问钦差？来人，掌嘴！秦侯爷，你这是要护短？他兄长死在北蛮刀下，他问抚恤银在哪里，本侯也想知道。秦北川，别忘了，本官手里握着陛下圣旨，赏赐给不给，怎么给，都由本官说了算。你若懂事，今日让10万铁骑跪下谢恩，再把北境马税交给官打理，剩下的东衣和银子，本官自然替你说几句好话。若不懂事，你就让这些兵继续冻着。也就是说，陛下赐给边军的东西被你扣了，边军还要跪下巴结你，你才肯还一部分。侯爷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行。赵破秦、丰营、清障，本侯要看看裴大人这一路到底损耗了多少边军的命。末将在。秦北川，你敢查钦差？你不是钦差，你是贼。侯爷，查清了，车队出京时，东衣10万件，军饷100万两，抚恤银30万两。过云州，少东衣2万，少银10万；过凉州，少东衣3万，少银20万。入北境之前，又被裴大人名下商后暂借银40万。暂借？边军战死兄弟的抚恤也能暂借？荒唐！这些账册谁写的？谁能证明是真的？秦北川，本官看你是早有预谋，想构陷朝廷命官。这是户部封条，这是沿途州府交接印，这是你裴家商号的借据。裴大人，还要本侯替你把每一笔念出来吗？秦北川，本官奉旨犒军你不跪谢也就罢了，竟敢私查钦差行账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手握10万铁骑就能藐视朝廷？本侯镇边10年，北蛮17次犯境，本侯没退过一步。先帝病重，京城夺嫡，本侯没动过一兵。新帝登基，本侯仍在边关替他守国门。你说本侯蔑视朝廷？你若忠心，就该跪下谢恩。镇北军在，有人贪你们东衣，吞你们军饷，
扣你们兄弟抚恤。现在他要你们跪下谢恩，你们跪不跪？不跪！秦北川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你今日敢动本官，便是打陛下的脸。本官回京后一定参你拥兵自重，抗旨不钻。裴玄礼，你贪了多少，本侯可以让刑部查；你昧了多少，本侯可以让督察院审。但你不该让边军跪。一群丘逼，跪本官又如何？赵破城，末将在。按军法者，该如何？轻则杖责，重则斩。我是钦差，你敢？你带着陛下圣旨来，本侯敬你3分。你吞边军血汗，如战死英魂。本侯若还敬你，便对不起这10万铁骑。我代表陛下。你代表不了陛下，你只代表你自己这条贪狗。你敢羞辱本官？杖30，让他记住，边关不是他撒野的地方。醒醒！秦北川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让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秦侯爷，我知错了，我把银子还回来，我全还。现在知道还了。冻死的兄弟能活吗？战死将士家里的老娘，能等吗？这些账，本侯已经抄了3份，1份送户部，1份送督察院，1份随你一起回京。秦北川，你以为朝中有人会信你？镇北军10万铁骑，只听你一人号令，说自己忠心，谁信？本侯不需要你信，本侯只要边关百姓信，只要战死将士信。你会后悔的。本侯最后给你一句话：回京告诉陛下，边军感念天恩，但请陛下查清，天恩到边关之前究竟被多少蛀虫啃过。我一定原话带到。侯爷，就这么放他走？这狗东西回京后肯定反咬一口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放？不让他回去，京城只会说我镇北军扣押钦差；让他回去，他会告我，但他也会让京城那些人自己露出流言。侯爷是说，朝中不止一个裴玄礼？100万军饷从户部出，到边关只剩20。这一路，云州、凉州转运司、兵部、裴家商号，人人都伸了手。裴玄礼只是最初、最贪、最先跳出来的那一个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京城若真烂到根部，他们不会只冲我来，他们会动我的家人。嫂夫人和小世子还在京城。把这封信送给周青金，告诉他，若京城风向不对，立刻护住夫人和安儿，银子、铺子、暗线全部可以不动。是。您怎么就防着这点？我镇边10年，见过太多了。狼从可怕的是，家门里也养狼。秦北川，你敢打我，我要你妻儿先替你还债。陛下，臣奉旨犒军，却被镇北侯秦北川当众杖责。他打的不是臣，是陛下的脸啊！秦北川杖责了你？不止如此，他当着10万铁骑的面说臣代表不了陛下，还说边关只认镇北侯，不认朝廷。陛下，秦北川已有反心。陛下，镇北侯镇守北境10年，战功赫赫，此事或许另有隐情，不如先查听军赏账目。陛下，臣一路押送犒赏，清清白白。秦北川所谓账册，全是他伪造。他真正目的是借口军赏不足，煽动边军怨恨朝廷。陛下，裴大人虽有不谨之处，但秦北川当众杖责钦差确是事实。此例一开，日后各地手握重兵之将，是否都能以军中不满为由私刑朝臣？国舅觉得秦北川有反心，臣不敢断言。但秦北川镇边10年，练10万铁骑，直至镇北侯，大禹帝登基，正是皇权未稳，之下入法，后患无穷。秦北川当真敢反心？若他不反，为何不回京述职？若他忠心，不跪京城隍。召镇北侯夫人沈清河、世子秦安入宫问话。娘，爹什么时候回来？等北境不下雪，等外敌不犯边，你爹就会回来看你。
那我要快点长大，长大后我也去边关帮爹守城。你若真想帮他，就先守好自己的心。圣旨到，陛下有旨。镇北侯秦北川杖责钦差藐视皇权，其掐沈清河妻子秦安立刻入宫候问，不得有误。我爹没有藐视皇权，我爹是大雍的大英雄。小世子，宫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臣妇接旨。去找周掌柜，告诉他北风起了。是。娘，我们会有事吗？怕吗？不怕，我是爹的儿子。那就记住，进了宫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爹都不是反贼。秦北川，朕倒要看看你的忠心能不能抵得过妻儿的命。镇北侯夫人沈清河，小世子秦安觐见陛下。江明皇用清凛而威严说道：“沈清河，秦北川杖责朕的钦差，你可知罪？沈清河，你可知罪？臣妇只知我夫君镇守北境10年，从未负过大用。若他杖责钦差，必是钦差有罪。”沈清放肆！沈清河，你不过是反贼之妻，也敢在陛下面前狡辩？我爹不是反贼！小畜生，你说什么？我爹在北境杀北蛮，守大雍。你贪我爹军饷，害边军叔叔都冻死，你才是坏人！娘！裴大人这一巴掌，臣妇记下。等我夫君回京，你最好还能站得住。你还指望秦北川回京救你？他若真敢回京，就是谋反坐实。陛下，秦北川桀骜难驯，其妻儿亦不知悔改，若不严惩，只怕天下武将都要效仿。沈清河，朕再问你，秦北川是否拥兵自重？是否有反心？没有。若朕要你写下供词，证明秦北川谋逆你，臣妇不会写。大胆！我夫君镇边10年，他若想反，10年前就反，何必等到今日被你们这些贪官逼反？好个被逼反！来人，将沈清和秦安打入诏狱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不是反贼，我爹不是。陛下，你今日求的不是我母子，是边军10年忠心。娘，爹会来救我们吗？会。但你爹现在还在边关，若北蛮未退，他不能回来。安儿，你爹守的不只是我们，还有北境100万百姓。我们是他的家，边关也是他的家。那我不哭，我不能让爹分心。沈清河，陛下仁慈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签了这份供书，承认秦北川有谋反之心，本官可以让你们母子少受些苦。不签。嘴硬，本官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你儿子的命硬。小世子，只要你说一句“我爹是反贼”，本官立刻让人给你饭吃，还给你被子。我爹不是反贼。再说一遍。我爹不是反贼，你才是贪官。好，好得很！从今日起，不许给他们送热食，不许给炭火。本官倒要看看一个孩子能硬到什么时候。裴大人，他毕竟是镇北侯世子。镇北侯，等秦北川抗旨不归，他就是反贼。娘，你干！儿乖，睡一会儿。娘，我没有骂爹。娘知道，你爹也会知道。周掌柜，夫人让我带话，北风起了。侯
侯爷果然料到了。夫人和小世子被关进诏狱了，裴玄礼还不给饭食炭火。周掌柜，你一定要救他们。诏狱这地方，那枪不好进，但银子能进，取3万两银票，再查清地字3号牢所有狱卒的家底，谁缺钱，谁好赌，谁家里有病人，全部列出来。是。满朝文武或许还会怕死，但贪官不怕收钱。侯爷守了大雍10年，今日轮到我们守他的家了。侯爷，北蛮王庭集结20万骑兵，正朝雁门关押来。20万？他们是知道朝廷和我们闹翻了，想趁火打奸劫。北蛮异动。圣旨到，镇北侯秦北川接旨。陛下有旨，镇北侯秦北川杖责钦差，藐视皇权，命你即刻回京述职，不得延误。北蛮20万大军压境，这时候召侯爷回宫，京城那群人脑子被狗啃了。大胆！你敢辱骂朝廷？陛下可知北蛮压境？边关之事自有副将料理，陛下要见的是你。侯爷莫非要抗旨？国门若破，京城还能安坐？本侯现在不能回。秦侯爷，这可是金牌，见金牌如见陛下，你敢不归就是抗旨。告诉陛下，北蛮未退，秦北川不能回。若陛下问罪，本侯战后自理。好，咱家一定原话带回。侯爷，嫂夫人和小世子还在京城，陛下忽然召你，会不会对他们下手？已经下手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回京救人啊！我若现在回京，雁门关破，北境100万百姓都会成为北蛮刀下亡魂。我妻儿是命，他们也是命。那就先打北蛮！传令，3军备战，本侯要在3日内打断北蛮的脊梁。陛下，镇北侯拒不回京，他说北蛮未退，不能归。他真这么说？一字不差。陛下，这便是抗旨。秦北川明面说北蛮，实则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。陛下，第1道金牌召不回，便发第2道；第2道召不回，便发第3道，直到天下皆知是秦北川抗旨不归，不是陛下无情。北蛮真若压境，镇北军10万人，不缺他一个秦北川。可若他借北蛮之名拥兵不归，那便是大雍心腹之患。陛下，他妻儿还在诏狱，只要拿住沈清风和秦安，就不怕秦北川不回。传第2道金牌，命秦北川交出兵权，独自回京。遵旨，陛下英明。侯爷，继续的。交出兵权，不许带迁兵，3日不归，诛其灭。诛妻灭子！侯爷，陛下疯了吗？侯爷，回京吧。北蛮退了吗？雁门关外还有多少北蛮骑兵？10余万。那就还不能回。可嫂夫人和小世子怎么办？难道就看着他们被女帝拿捏？本侯已经让周万金动了。周万金，京城那边有人会救他们。我现在要做的是让北境不破。侯爷，若周掌柜救不出来呢？这12道金牌不是召我回京，是逼我看清京城还有没有明军。传令，今夜全军保实，明日决战北蛮。外敌退尽之日，便是镇北军回京之时。末将领命。兄弟们，京城连发12道金牌，召本侯回京。最后一道，说本侯3日不归，便诛我妻儿。杀回京城，救夫人，救小世子。我知道你们想回，本侯也想回，可本侯问你们，
北蛮就在关外，若我们现在回京，谁守雁门关？谁守北境百姓？谁守你们身后妻儿父母？我秦北川的妻儿是命，北境百姓也是命，镇北军的家眷也是命。所以，先灭外敌，再清内贼。先灭外敌，再清内贼。秦北川被女帝逼得后院起火，明日一战，他军心必乱。传令，明日全军压上，本王要踏破雁门关。北蛮王，你选错了时候。侯爷，北蛮全军压上了。好，省得本侯一个个整。秦北川，听说你的女帝要杀你妻儿，你现在跪下投降，本王可以替你杀回京城。本侯的家事不劳蛮王费心，你今日只需想一件事。何事？怎么死？镇北铁骑，凿阵！侯爷威武！他军心为何不乱？他的妻儿不是要死了吗？因为镇北军知道，国门未稳之前，本侯不会乱。秦北川，你为何还不回京？你不怕妻儿死？正因为怕，所以本侯要先杀了你。秦北川，你为何还不回京？你不怕妻儿死？正因为怕，所以本侯要先杀了你，否则我回京那日，身后还有北蛮追着百姓砍。北蛮王已死，降者不杀。侯爷，北蛮王已死，残部退回草原，10年内再难南下。北境稳了。阵亡多少？13600，重伤2万。记下名字。回京之后，第一件事，讨他们的抚恤银。侯爷，真要回京了。北蛮已退，国门已稳，京城求我妻儿，奸臣贪我军饷，昏君信谗，要坑杀镇北军。今日起，镇北军南下，不扰民，不夺粮，不伤百姓，所过州府只拿贪官，不动良民。我等不是造反，是清君侧。清君侧，清君侧，清君侧。清河，安儿，等我。这一次，我带10万铁骑回京。娘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安儿，娘吃过了。娘骗人，你肚子都叫了。你爹在边关打仗，我们不能让他担心。沈清河，想清楚了吗？只要你签了供词，承认秦北川谋反，本官立刻给你们炭火热饭；不签，你们就在这里冻死。我爹不是反贼。小东西，还嘴硬。
裴玄伦，你贪边军军赏，害将士冻死，你才该跪在这里认罪。本官认不认罪，不由你说，可你们母子能不能活，由本官说了算。明日起，谁也减半。本官倒要看看镇北侯夫人的骨头有多硬。娘，爹会知道我没骂他吗？会，你爹一定会知道。周掌柜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这里可是赵狱。越是赵狱，越有人缺银子。你想打听谁？弟子3号牢镇北侯夫人沈清河，还有小世子秦安。这2个人是陛下亲口下令关的。周掌柜，这钱我有命拿，未必有命花。你不拿，也有人拿。我只问一句，弟子3号牢的钥匙在谁手里？典狱江向回，他儿子病重，正缺钱。缺钱就好。这世上最难开的门是忠臣的心，最容易开的门是贪官的手。侯爷，京城的狼来了，但您放心，夫人和小世子，我一定护住。周掌柜，你找错人了。弟子3号牢的人是陛下亲自下旨关的，我不敢动。1万两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2万两。你儿子的病，京城太医院治不了，可江南有名医，诊金、药钱、路费都要。你查我？做生意的人见人先查账。江大人不是忠臣，也不是奸臣，你只是个想救儿子的父亲。放走镇北侯妻儿，这是死罪。3万两，不放，等镇北侯回京也是死。放，你儿子活，你也有活路。你凭什么觉得秦北川能回来？因为他是秦北川，他在边关守了10年，这种人若真往京城走，挡路的都会碎。今晚3更，只有1炷香时间。江大人，救你儿子的不是我，是你今日留了一分人性。爹，不要回来，北蛮还在。安儿，别说话。听说女帝又发金牌了，这回要镇北侯3日内回京，不然就杀妻儿。镇北侯若真回来，北境怎么办？那谁知道？反正上头说他有反心。等等，怎么？替我带一句话给裴玄礼。他要供词，可以，但我要见女帝亲使，否则我宁死不签。你真要签？我只是要让他们以为我撑不住了。北川，
我不会只等你来救。我也会给你留证据。你是谁？侯爷京中暗线，周万金。夫人，北风起了。北川让你来的？侯爷早有安排，只是诏谕太严，来晚了一步，请夫人恕罪。安儿发烧，能走，但不能跑太久。备了马车，先换衣服，快点！3根换房只有1炷香，过了时辰，我也保不住你们。你是坏人吗？安儿，不许无礼。小世子说的也没错，我收了银子不算好人，但今晚至少不做坏人。牢里不能空，裴玄礼会查。已经准备好了。周掌柜，说好的事成之后给我家里500两，少不了。他们会死吗？他们本就是秋后问斩的死囚，这次替一夜，家人能活。走。娘，我能自己走。睡一会儿，娘背得动。不好，是裴玄礼，他这个时辰来做什么？沈清河不是要见女帝亲使吗？本官倒要看看他是真要签，还是又想耍花招。他是冲我来的，不能回牢，回去会撞上。前面有条废弃水道，能通外街，但要经过刑房后门。刑房后门今日有人看守。江大人，3万两买的是开门，再加1万两买你喊一声。商人真会趁火打劫。彼此。弟子2号犯人暴毙，快来人！快！开门！本官要亲自看看，镇北侯夫人还有几分硬气。沈清河，刚才不是说要见女帝亲使，怎么现在又装哑巴？裴大人，犯人受冻多日，又饿了几顿，怕是没力气说话。本官问你了吗？下官不敢。江大人，弟子2号犯人真断气儿了。慌什么？叫仵作！赵玉怎么这么乱？天冷，犯人又多，难免有死伤。哼，秦安，你不是说你爹不是反贼吗？怎么不说了？看来冻几日骨头也软。告诉沈清溪，明日再不签，本官便先断秦安1根手指，看他还能硬多久。夫人，再坚持半里，外面有马车。小世子，忍一忍。我不出手，不能害娘。快！送去北京，告诉侯爷，安儿没有骂他，也告诉他我还活着。夫人放心。不，先不要让朝廷知道我们逃了，让女帝继续以为人质还在他手里。夫人是想他拿我母子当筹码，那就让他握着一枚空棋子继续下。秦北川，你齐儿还在本官手里，看你敢不敢回家。小世子受寒发热，又饿了几日，幸好底子还在，养几日便能缓过来。多谢先生。娘，我们真的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那我们能去找爹吗？夫人，现在还不能去。朝廷若知道你们已经脱身，就会立刻换诏。现在女帝以为人质还在赵狱，反而会继续按原计划逼侯爷回京。那不是很危险吗？危险，但也是机会。你爹已经忍了太久，若他知道我们安全，他就不会再被女帝拿捏。那就告诉爹。用最快的路送出去，但别走官驿。明白。娘，爹会生气吗？会。你爹越安静，越说明他生气。那裴玄礼会不会很惨？他会后悔活着回京。秦北川杀退北蛮了。启禀陛下，北蛮王已死，镇北军正在整军南下。他敢带兵回京？陛下，这正说明他有反心。臣建议立刻将沈清河和秦安推到午门示众。秦北川若还敢前移一步，便杀一人。人质还在赵狱。臣昨夜亲自去看过，沈清河和秦安都在弟子3号牢，
他们已经撑不住了，过不了几日必会迁公祠。既然人质在手，便不必慌。北川南下，名为清君侧，实为谋反。只要他妻儿还在，10万起便不敢真攻皇城。传旨，命各州府拦截镇北军，再昭告天下，秦川抗旨不归拥兵南下，已有反心。若他继续前进，朕便先斩其妻儿。陛下英明。北川，现在你没有顾忌了。清河和安儿已安。嫂夫人和小世子救出来了。是，既然人救出来了，那接下来就该算你。侯爷，北蛮残部已退300里，雁门守军quân换防完毕，咱们可以回京了。此行南下，本侯先说3条军令：第一，不扰民，不夺粮；第三，不伤百姓。所过州府，只拿贪官，不动良民。若有违令者的，斩！京城求我妻儿奸臣贪我军饷，昏君相信谗言要坑杀镇北军。可我们不是去屠城，不是去抢皇位，我们去温剑事。打3件。军饷何在？忠臣何罪？妻儿何辜？传令，镇北军南下，清君侧。清君侧，清君侧，清君侧。镇北侯接旨。陛下有旨，秦北川煽动边军形同谋反，命你立刻解散兵马，独自回京受审。独自回京，然后让你们把侯爷关进诏狱。大胆！你们敢抗旨？本侯10年镇边，奉的是护国之旨，如今奸臣乱政蒙蔽陛下，这种旨本侯不接。你真要反？本侯若反，10年前就反。今日南下，是清君侧，把这道旨也挂上，让将士们看看，京城到底还想逼我们到什么地步。侯爷，云州拦路。那就先问问云州，边军的冬衣被谁吞？陛下已有明旨，说你拥兵谋反，本官奉旨守城，你若敢攻城，便是坐视反贼之名。放你娘的屁！我们镇北军替你们守了10年边关，你也配说我们反？少废话！你们边军的事儿与本官无关。云州太守周贺，3年前户部转运冬衣2万件，经云州时少了8000件。2年前战死将死时抚恤银10万两，经云州时少了3万两。去年北境军粮30万，少了5万石。胡说，全是伪造！那你敢不敢开仓，让云州百姓看看，看看你府库里有多少写着镇北军印记的冬衣，看看你粮仓里有多少本该送往雁门关的军粮。这冬天连衣都没有，真是太肉疼了。闭嘴！谁在议论？你通敌论土！云州将士听着，侯不杀守城兵，不伤无辜民，今日只拿贪官周贺。若开城，你们还是大庸将士；若执意替贪官挡刀，本侯也只能破城。太守大人，开仓自正，你也要反？是云州百姓，不是你周家的土房。镇北侯查贪官，镇北侯给你一个公道。本侯说过不扰民，诸位不必跪。侯爷，全是我镇北军同事。贪边军叛冬衣，吞战死抚恤，罪证确凿，押入囚车，带回京城，当着女帝的面审。侯爷饶命！是韩国舅让我扣的，是国舅府要的。韩承业，侯爷，京城急报，女帝震怒，准备3日后午门处斩夫人和小世子。他还以为人质在他手。云州开城了，守将斩断城门铁锁，百姓跪迎秦北川。云州太守周贺也被镇北军押走了。反了，他们全都反了！陛下，秦北川这是收买民心，他每过1周就抓一个官，开一座仓，再这样下去，各州都会倒向他。陛下，秦北川之所以敢南下，是因为他觉得您不敢动沈清河母子。若陛下迟疑，天下人都会以为您怕了镇北侯。朕会怕他？午门处斩沈清阁母子，让天下人看看军威不可犯，也让秦北川看看他继续前移一步会付出什么代价。裴宣礼，臣在。去诏狱提人，3日后午门示众。秦北川若退兵，留他们一命；若继续南下，斩。臣遵旨。开门。裴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是要……陛下有旨，3日后午门处斩沈清河母子，本官来提人。是。沈清河，你不是骨头硬吗？3日后，本官就让你在午门跪着，看秦北川是退兵还是看着你儿子死。怕了，早签供词不就不用受这罪了？秦安，听好了，你爹若继续南下，你就是第一个死。怎么哑巴了？小世子受寒发热，嗓子挠坏了，这几日几乎说不出话。哼，废物东西！明日把他们押入死牢，3日后午门示众。娘，他们还以为我们在牢里吗？是，他们越以为手里握着我们，你爹就越安全。那就让他们继续被骗。夫人，女帝下令3日后午门处斩，
裴玄礼昨夜已经去赵玉提过人，他还不知道老李是假的。那2个替我们的人会死吗？他们本就是死囚，但若真被推出午门，事情会更复杂。夫人，我们可以现在离京，去与侯爷会合。娘，我们去找爹吧。不行，我若现在现身，女帝就会知道人质已失，她会立刻改用别的手段，也许会屠杀侯府旧人，也许会派刺客，也许会直接拿京城百姓做人质。夫人是想继续藏？藏，但不能让那2个死囚替我们死。娘，那怎么办？周掌柜，你能不能安排人把午门行医的消息悄悄传给京城百姓？夫人是想让百姓去看，看得越多越好，让所有人都看见女帝手里的人质是真是假。可那样一来，你们已经逃出赵玉的事儿也会暴露。暴露也要选时机，不是现在，要在秦北川兵临城下时，到那时候这枚空棋子才能砸碎女帝最后的底气。他没有屠城，没有抢粮，没有。镇北军军纪严明，所过之处，百姓甚至主动送水送粮。他这是在抢朕的民心。陛下，人心易变，只要沈清河母子还在，秦北川就不敢真正攻城。陛下放心，人一直在赵玉，臣亲眼看过，绝不会错。好，3日后午门，朕要亲眼看着沈清寒母子跪在天下人面前。秦北川若还不退，朕就让他背上一辈子害死妻儿的骂名。圣明。报！秦北川大军过沧州，沧州守军未战先降，沧州百姓高呼请镇北侯入京清君侧。秦北川，清河，等我到城下，就让他知道，他握着的只是一枚空棋。镇北侯，奉陛下旨意，末将不得不拦，请侯爷解散兵马，随末将回京。3000兵拦10万铁骑，卢将军，你这是送死！军令在身，死也得拦。拦之前先看看这是什么？被兵部报上从新甲送往北境，边军收到的箭矢，3成是烈雨飞箭，这怎么可能？去年雁门关一战，箭矢射出去半空折断，我兄弟用断剑跟北蛮拼命。卢将军，你在京城吃军粮的时候，可知道边军拿什么守国门？卢敬，本侯不逼你服，你若认定我是反贼，就拔枪；你若还认得忠心，禁军卢敬愿为边军讨一个公道，愿为边军讨公道。我原以为10万体骑南下，必定烧杀抢掠，没想到你们比京城禁军还守规矩。边军守国门不是为了齐百姓。侯爷，京城现在都说您反了。他们说了10年，我没有反。现在他们逼到我妻儿头上，逼到镇北军头上，逼到边关百姓头上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清君侧。侯爷，京城来信。侯爷，嫂夫人怎么说？女帝还以为人质在手。好啊，等到皇城下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清河比我想的更狠，他不是只想脱身，他要让女帝在天下人面前亲手揭开自己朝堂的烂。夫人有此胆，怪侯爷能放心南下。传令，明日拔营，直取京畿。在午门行刑之前，本侯要到皇城下。秦北川，3日后，我看你跪不跪。镇北侯来了。就是他在北京挡了北蛮10年，听说他不抢粮，还拿贪官的粮仓救灾。侯爷，这是家里刚烙的饼，边军娃娃们守边不容易，吃点热的吧。军令第1条，百姓的粮不白拿。侯爷，你们是来给咱们讨公道的。正因为是讨公道，才不能占北军白吃1张饼。明日便要借镇北军之名抢一座仓，规矩不能坏。登记百姓所送粮食，愿收的按市价3倍给银，不愿收的写下姓名，日后朝廷一并补偿。是。镇北侯不是反贼，反贼哪有给百姓银子的？请镇北侯入京查贪官。侯爷，京城说你收买民心，可我今日才知道，民心不是收买来的，是他们自己愿意给的。民心从不属于谁，谁护他们，他们便信谁。侯爷，查清了，沧州粮官刘奎扣北京军粮5万担，还趁去年雪灾高价卖给百姓。侯爷饶命，下官也是奉命行事啊！这粮有3成要送去国舅府，下官只是喝点汤。去年我家饿死2个孩子，就是因为买不起粮。原来粮仓里有粮，你们这些畜生！刘奎该死，但不能让他死在乱拳之中。本侯要带他回京，让女帝亲眼看看他养的是什么官。开仓，先还百姓去年被抢的粮，剩下的补入镇北军粮册。是。侯爷救命啊！大庸若都是这样的官，咱们还活什么？大庸不是他们的。天下也不是他们的，是百姓的。侯爷，照这样下去，咱们每过1周，百姓都要送咱们1成民心。民心不是用来收的，是用来守的。侯爷，京城急报，大理寺卿陆承上书，请女帝查边军军饷贪斩没案，被韩承业诬陷通敌，
女帝已下令将陆城杖责下狱。京城里还有忠臣，可女帝要杀他们，那我们就走快点。陛下，臣请彻查军赏案，云州、沧州接连查出摊兵东夷军粮抚恤银，秦北川南下固然有违圣旨，可若朝廷不先查贪腐，只怕天下难服。陆城，你这是替反贼说话。裴玄礼，你身为犒军钦差，边军赏赐少了80%，你不解释军赏去向，却一口一个反贼，到底是谁怕查？你血口喷人！陆大人，秦北川率10万铁骑南下已事实，此时追查军赏，岂不是乱陛下军心，助秦北川生事？国就此言差矣。军心为何乱？因为将士冻死无人问。民心为何动？因为百姓饿死时粮在贪官仓中。陛下若还只问秦北川为何南下，却不问他为何被逼南下，那才是真的动摇国本。陆城，你是在说朕错了？臣只愿陛下查清真相。若秦北川被奸臣构陷，陛下今日若杀其妻儿，便是自断边军10年忠心。陛下，陆城威严落田，臣已查明，陆城府中有人与镇北军暗通书信，他今日不是死谏，是替秦北川逼宫。韩承业，你血口喷人！证据在此。陆城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陆城勾结反贼，扰乱朝纲，杖责80，革去大理寺卿之职，押入天牢候审。陛下，臣不怕的是大庸忠臣不敢说话，武将不敢守边，百姓不敢喊冤。陆大人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裴玄礼，你会死得比我难看。行刑！陛下，若此时停手，秦北川会以为您怕了。继续。陛下，你错杀忠臣，必失天下。陛下，陆城已死，厚葬。罪臣之身，不宜厚葬。那便按罪臣处置。陆大人死谏殉国，必须告诉镇北侯。侯爷，陆大人死了。哪个陆大人？是大理寺卿陆城，他上书请女帝查军赏贪墨案，被韩承业诬陷通敌，女帝杖责80，陆大人死在刑杖场，临死一下错杀忠臣，必失天下。畜生！陆大人是朝中少有替边军说话的人。陆城刚正不阿，连先帝都敬他3分，女帝竟然杀了他。陆大人的尸身呢？按罪臣处置，不准入祖坟。陆家老小被看押，门生故意不敢收尸。赵破林，末将在。派人入京，护陆家老小，收陆城尸骨，将他的灵位送来军中。是。京城还没到，这笔账又多了一笔。朕真的错了吗？陛下没有错，陆城不过被秦北川蛊惑，若今日不杀他，明日满朝文武都会替秦北川说话。可他临死此人最会庄重，陛下要看活人的选择。如今秦北川已经逼近京畿，必须尽快斩断他的念想。陛下，午门刑台已经搭好，3日后只要把沈清河和秦安推出去，秦北川必然退兵。人质确定无误。臣亲眼看过，沈清河和秦安都在诏狱，那小畜生已经烧坏了嗓子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陛下放心，万无一失。万无一失这4个字，不要轻易说。明日再去查一次，午门之前不许出差错。是。秦北川，朕倒要看看你的铁骑敢不敢踏过妻儿的血。娘，午门那天我们真的不出现吗？不到最后一刻不出现。你爹要的不只是救我们，他要让天下人看清这座皇城烂到什么地步。裴大人，国舅有令，必须确认人质无误。本官已经看过几次了，沈清河母子就在这里，还能飞了不成？那就再看一次。沈清河，把头抬起来。不好，小世子旧寒复发！废物！明日就要午门示众，现在死了怎么办？裴大人，小世子受寒多日，若不让医官瞧瞧，怕是撑不到明日。叫医官，别让他死，但也别让他说话。为何一直戴头套？裴大人说，小世子脸上冻伤严重，怕明日示众吓到百姓。至于沈夫人，几日未食，脸色难看，也怕损了朝廷体面。行了，明日午门上一揭，不就都知道了？现在折腾什么？明日若出差错，你我都要人头落地。不会有差错。
午门人质是真是假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有人怀疑赵玉里关的不是镇北侯夫人和小世子。那明日午门可有热闹看了。掌柜，这样一来，明日午门一定人山海，可人越多，风险越大。就是要人多，女帝要用人质压侯爷，夫人要用这场局压垮女帝最后的威严。若裴玄礼提前发现人质是假的呢？他不会。这种人只会看别人贵没贵，怕没怕，他不会低头看一眼跪着的人到底是谁。娘，爹明日会到吗？会，你爹答应会带我们回家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来？等女帝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。镇北军已到京30里。听说今天要斩镇北侯妻儿。镇北侯不是刚打北蛮吗？打退北蛮还被斩妻儿，这世道还有天理吗？带人战！镇北侯秦北川谤责钦差，抗旨不归，拥兵南下。其妻沈清河、其子秦安知情不报，同罪乱纪。若秦北川今日退兵，陛下仁慈，可饶其妻儿一命；若继续犯上作乱，50一到，力斩不赦。那真是镇北侯夫人吗？怎么一直戴头套？是不是不敢给我们看？裴玄礼，把头套揭了。陛下，沈清河母子受刑多日，形容狼狈，恐无圣听，不如等秦北川到了再揭，也好震慑他。裴大人，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国舅放心，人绝不会错。侯爷，边军冤枉啊！请侯爷替陆大人报仇。侯爷，夫人和小世子就在城中安全处，午门上是假的，您可千万别被女帝激怒。我知道，既然知道是假的，侯爷为何还来？因为我要让女帝亲口把这场戏。她越笃定等会就越来，她越想用人质压我，天下人越能看清她的谎言已经烂到连赵玉的程度。裴玄礼那个东西，还以为自己稳了，他会是第一个。秦北川，你终于来了！陛下，北蛮已退，国门已稳，臣今日回京，主问3件事。你带兵逼宫，还有脸自称臣？军饷何在？忠臣何罪？妻儿何辜？你再敢前进一步，朕便杀你妻儿！陛下，你确定那是我的妻儿？裴玄礼，揭开。陛下，沈清福母子在赵狱受禁多日，罪状未明，恐有冤情，不如等秦北川入京之后再。怎么，陛下都不怕乌圣听，裴大人怕什么？是啊，为什么不敢接？难道人证有问题？镇北侯都到城下了，还遮着脸干什么？裴玄礼，接！此时不接，只会让百姓疑心更重。待会儿别乱说话，否则你全家都得死。裴玄礼，陛下，小世子病重，脸肿得厉害，所以看起来年纪大些。8岁孩子病一场，还能长出胡茬？沈清河总是真的，刚才只是赵玉弄错了小囚犯。大人饶命！民妇只是死囚，是有人给我家里银子，让我替一夜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假的，全是假的！女帝用假人质威胁镇北侯，赵玉连人都看不住，还敢说镇北侯谋反？臣不知啊！陛下，你的赵玉3万两就能开门，你的钦差连人质真假都分不清，你还拿什么威胁？人呢？沈清袭和秦安呢？陛下，臣昨夜亲自去看过，他们明明就在赵狱，一定是赵玉典狱私放人户，臣也是被蒙蔽啊！江怀远呢？回国舅，赵玉典狱江怀远已经不见了，他的家眷也连夜离京。地字3号牢墙角发现被刮掉的锁印，还有银票灰烬。银票灰烬，
诏谕典狱江生远开第4-3号牢，狱卒王三、吏部郎中陈繁广调换巡守银2000两篡署名册，内侍刘福收银800两，遮掩提审记录。连诏狱都能买通，这还是皇城吗？这是钱庄吗？怪不得边军军饷到不了北境，原来这满朝上下都能卖。秦北川，你竟敢贿赂诏狱，劫走朝廷要犯！我不是劫走朝廷要犯，是从你腐烂的朝堂里赎回我的妻儿。镇北侯，纵然诏狱有贪腐，你私自买通官吏也是不法。我就说的对，所以我今日回京，就是来查一查大庸的是用来护百姓，还是用来给贪官开价。陛下，他这是狡辩，就算人质不在，他带兵入京也是谋反。裴玄礼，急什么？人质是假，账目你谈边军靠什么账？本侯还没跟你算，那便今日一起算。爹，疼吗？不疼。爹，我没有骂你是反贼，他们不给我饭吃，不给我被子，我也没有骂。我说我爹是守大庸的人。好孩子，爹知道，爹都知道。小世子，好样的！不愧是咱镇北军的娃。北川，你瘦了。你也是。我没事，就是安儿受了些苦。他们都会还。诸位父老，这是我在诏狱中记下的账，谁收银，谁换班，谁篡举名册，谁替裴玄礼传供词，全在上面。裴玄礼逼我签供，承认秦北川谋反，他还逼我儿说秦北川是反贼。可我夫君在北京浴血10年，他若是反贼，那这大庸还有忠臣吗？镇北侯不是反贼，裴玄礼真假，查诏狱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沈清河，你是秦北川的妻子，你的话不能作证。我也作证。你打我娘，你不给我们饭，你还说我爹要是不跪，你就砍我的头。陛下，我爹守的是你的江山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江明皇，从你把我妻儿打入诏狱那一刻起，你就不配再问我忠不忠。陛下，绝不能退，一退皇权尽失。秦北川妻儿虽脱身，但他带兵逼宫，罪名仍在。秦北川，你私自带兵入京，以示谋逆。朕念你镇边有功，现在退兵，朕可饶你妻儿，也可从轻发落你。是因为你的诏狱够贪，不是因为你够仁慈。放肆！这12道金牌，第1道召我回京诉职，第3道要我交兵权，第7道拿我妻儿问罪，第12道要诛妻灭子。陛下，你想杀我的心，比北蛮的刀还急。我没有立刻回京，我若回，是因为北蛮20万骑兵压境。不回，你杀我妻子。陛下，你把忠臣逼到两难绝路，现在却问我为何带兵。秦北川妖言惑众，禁军何在？弓弩上弦。国舅，百姓还在下面。射。曹骁，射。臣不能射百姓。曹骁，你敢抗旨？臣不敢抗旨，但臣是禁军，不是屠夫。城下有老人，有妇孺，有无辜百姓，臣可以死守宫门，但不能向百姓放箭。是不是也被秦北川收买了？裴大人，禁军的功是守皇城的，不是给你这种贪官遮丑的。曹骁，朕最后命你一次，放箭。臣恕难从命。你不射，帮国舅射。韩承业，你敢射夫人和小世子？韩承业，你这一箭把最后一点体力射没了。镇北军听令，破午门，不入民巷，不伤百姓，只拿奸臣，只清军策。破午门，听军策。曹骁，你还不守门？人守是大庸，不是韩家的罪。曹骁反了，杀了他！关门，快关门！将军说的对，我们不射百姓，也不护贪官。开门！我们赢！
只破军门，不碰民房，谁敢借机抢掠，军法斩首。司令。他们真的不伤百姓，镇北军是来清贪官的，开门，让镇北侯进去。晋军曹骁愿放下兵器，只求侯爷约束军纪，莫伤皇城百姓。你守住了晋军最后一本毒气，本侯答应你，镇北军不伤一名百姓。谢侯爷。只要逃出去，只要逃出去，我还能活。裴大人，这么急着去哪儿？周万金，托裴大人的福，周某这几日忙得很，买诏谕救夫人，送假名册散消息，还得抽空来堵你这条贪狗，真是辛苦。滚开！你是商人，也敢拦我？我是商人，所以最恨你这种坏账的人。放开我！我是陛下宠臣，我是钦差。钦差，你也配？侯爷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韩承业让我贪军赏，我只是通命行事。边军冻死时你听命，我骑女入狱时你听命，午门假人质时你还是定命。裴玄礼，你这条狗咬人的时候倒是挺主动。侯爷饶命，我有账本，我有国舅贪军饷的账本。拿出来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韩承业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卖给北蛮？韩承业拿我们边军的粮去喂北蛮的马？侯爷饶命，都是韩承业逼我的，我是奉国舅府的命办事，银子大头全进了韩家，我只拿了一点汤水。一点汤水？裴大人名下3座宅子、4间商铺、8个外史，怕不是喝汤喝出来的。赵破成，末将在。把裴玄礼押到3军面前，让那些冻死兄弟的牌位看着他。侯爷，我愿作证，我愿指认韩承业，只求侯爷留我一命。命能不能留，不由你说，由那些被你吞了符许银的亡魂说。韩承业还有北蛮密信，他不止贪军饷，他还通敌。现在国舅府密室，我知道入口。通敌？侯爷，若韩承业真通北蛮，那他害死的就不是1-2万边军，是整个北境。韩承业，今日你必须给北境一个交代。裴玄礼被抓了。是，镇北侯已经拿到裴玄礼身上的暗账。国舅，暗账上有你的名字。伪造的。陛下，秦北川带兵逼宫，当然需要一个名义。裴玄礼贪生怕死，被他拿住后，什么话不敢说。至于暗账，镇北军想写谁的名字，便能写谁的名字。对，一定是伪造的。陛下，若是伪造，何不让镇北侯入殿，当众对质？若国舅清白，自可洗清；若真有贪墨通敌，朝廷也不可再包庇。你也替秦北川说话？臣替大庸说话。来人，此人扰乱朝纲，押下去。陆成大人已死，臣不怕再死一个。陛下，若今日还不查韩承业，皇城便不是被秦北川攻破，而是被贪官蛀空的。掌嘴！陛下不能再犹豫，调神策军封内城。秦北川若再进，就按谋逆诛杀。传令，封内城。密室入口在哪儿？后院假山第3块青石室下面有机关。镇北侯，国舅府乃皇亲府邸，你敢擅闯，便是谋逆。你谋逆你娘！贪边军军粮卖给北蛮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谋逆？破门！
侯爷，这是北境布防图。韩承业答应3月内断镇北军粮草，北蛮南下时，朝廷会以秦北川拥兵为由，不增援雁门。事成之后，割让云岭道3城，换北蛮驻韩家稳朝局。3城？那些城里有多少百姓？韩承业这老狗，拿百姓的命去换他的权！赵破卿，末将在。把这些密信、布防图、银箱、军械全部封存，送到午门。我要让全京城看见，谁才是真正的反贼。陛下，不好了！镇北军闯入国舅府，搜出北蛮密信和北境布防图。什么？胡说！国舅府内怎会有北蛮密信？镇北侯已经将证据押往午门，百姓都看见了，信上还有国舅私印。伪造，全是秦北川伪造。国舅，私印也能伪造，可国舅府密室如何伪造？北境布防图又如何解释？闭嘴！国舅，你告诉朕，那些信是真是假？真假重要吗？陛下，你能登基是靠韩家，禁军半数将领是韩家提拔，户部、兵部、转运司哪处没有韩家的人？现在你若查我，查出的不是我一个人，是你这张龙椅下面整个根基都烂了。你承认了？臣只是提醒陛下，保我就是保皇位，便是把皇位送给秦北川。封锁消息，谁敢议论国舅通敌，杀！娘，这些就是害边军叔叔们没饭吃的人留下的东西吗？是。这些东西比刀还重，因为它能让天下人看清谁在流血，谁在吃血。保护密信！护传儿！夫人，我在诏狱里不是只学会挨斗。拿下！证据无损。镇北侯夫人也不是弱女子，她在诏狱里受了那么多苦，还敢护政，徐家满门忠烈啊！你受伤了？小伤，证据还在。你不该冒险。你在边关冒了10年的险，今日我也该替你守一次后路。谁派你们来的？说！镇北侯，你就算拿到证据又如何？陛下不会查国舅，因为查了韩家，他的皇位也坐不稳。所以韩承业已经承认了。刘活口和裴玄礼、周贺、刘奎一起押到午门，我要开场公开审。是。女帝不会让你审的，她会封城，会灭口，会把所有证据说成伪造。那就让他选，是开城查案，还是继续包庇通敌国舅？爹，如果他继续包庇呢？那他就不只是错信奸臣，他就是昏君。查国舅，还边军公道！镇北侯不是反贼，让他们闭嘴！朕是天子，他们凭什么逼朕？陛下，百姓已经被秦北川煽动，烧了粮仓，断了他们的念想，
再不下狠手，皇城就要易主。怎么下狠手？戒严，关闭内城，凡聚众议论者，以叛乱论处。必要时，可焚毁粮仓，断城中百姓聚集之源。没了吃的，百姓自然会散。不可！皇城粮仓一烧，百姓无粮，必生大乱。乱的不是百姓，乱的是秦北川的人心。他不是说不伤百姓吗？那就让他救。他救粮仓就顾不上公公，他不救，民心便散。烧粮仓会死人的。陛下，皇位也会死。你是要百姓，还是要龙椅？封内城，神策军守粮仓，若有人强闯，格杀勿论。陛下圣明。谁放的火？神策军守粮仓，突然有人从里面点火，他们还封了仓门，不许百姓靠近。这是要烧死百姓！陛下有令，粮仓重地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里面有百姓，无关军令。你是军人，军令让你守粮，不是让你看着百姓烧死。陈北侯，再进一步，我便放箭。侯爷，镇北军听令，救火，救人，不许杀降，不许伤百姓，挡路者缴械，放箭！被抓！谢谢侯爷，谢谢侯爷。侯爷，这些粮本该赈灾，韩城业既然宁可烧了，也不可给百姓。你总是这样，明明是他们逼你，却还要你来救人。若我不救，死的是百姓。账可以慢慢算，命没了，就回不来了。请镇北侯入宫，请镇北侯救大用，请镇北侯请君侧。都起来！我秦北川不是要你们跪，我是要你们以后不必再跪这种朝廷。禁军曹骁愿随镇北侯入宫，不为造反，只为查清真相。传令：明日卯时，太极殿前公开审裴玄礼、周贺、刘奎、国舅府刺客，请百官，请百姓，请女帝亲临。若女帝不来呢？那我便亲自去问。秦北川，你逼朕到太极殿前审案，你可知这是何罪？陛下，臣今日不问罪名，只问3件事。第一问，10万边军东移，3万到了北境，7万去了何处？第二问，北境10年战死将士，抚恤银为何不入遗属手中？第三问，北境布防图为何会出现在国舅府密室？北蛮王庭密信为何盖着韩城业私印？问得好，那本国舅也问你一句：这些所谓证据，皆由你镇北军搜出、保管、押送。你说它是真的，它便是真的。秦北川，你带兵逼宫，伪造证据构陷国舅，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。不错，证据未必可信。陛下，你不是看不清，你是不敢看。若证据不可信，那先帝密诏可信不可信？先帝遗诏在此。魏公公，您不是随先帝驾崩后就守皇陵了吗？老奴本该在皇陵守到死，可先帝临终前交代，若有一日大庸忠臣被逼，奸臣乱国，便让老奴带此诏入京。魏公公，你想清楚，假传先帝遗诏是诛九族的大罪。陛下，老奴伺候先帝40年，若贪生怕死，今日便不会来。荒唐！先帝遗诏岂会藏在一个老太监手中？这必是秦北川伪造。国舅既说伪造，可敢让陛下亲验？
名唤无耳。先帝遗诏，镇北侯秦北川10年守边，忠勇无双。若新君贤明，秦北川当为大庸柱石；若新君失德，奸臣乱国，边军受辱，百姓遭灾，秦北川可持玄龙府服，清君侧，安社稷。臣秦北川领先帝遗命。父皇为何不告诉朕？先帝说，若陛下是明君，此诏永不见天日；若此诏有一日重见，便说明陛下已经不愿听忠言了。陛下，即便遗诏是真，也不能让秦北川带兵入宫。他今日能清君侧，明日便蒙废帝位。韩承业，我今日要清的，就是你。呵呵，凭一卷遗诏，就想定本国舅的罪？秦北川，你把天下人都当傻子吗？遗诏证明我为何能清君侧，这些证据证明你为何该死。陛下，先帝盼您做明君，莫要再错。杀传诏老臣，韩承业，你连最后一层遮羞不懂得要了。镇北侯谋反，妖言惑众，护驾！陛下，先帝遗诏在此，北蛮密信在此，边军暗帐在此。韩承业通敌，贪军饷，杀传诏老臣，请陛下下旨拿国舅问罪。臣若被拿，韩家一统，半个朝堂都会牵连。届时禁军谁调，户部谁管，神策军谁镇？陛下真要为了一个秦北川自断？陛下，国舅通敌证据确凿。老东西，你也想死谏？若死能换陛下醒悟，大庸何愿死？国舅是否有罪，日后自会查明。但秦北川带兵逼宫，扰乱京城，当相退兵。又称日后。魏公公死了，你还说日后；边军冻死、饿死，百姓粮仓被烧，你仍说日后。陛下，你的日后是给奸臣托命的。秦北川，你放肆！臣已经放肆很多次了，可每一次都是陛下。秦北川挟民逼宫，假造证据，假借先帝遗诏谋逆。神策军听令，护驾平叛。百姓还在广场，百姓被反贼蛊惑，便是乱民。再敢迟疑，按抗阵上前！神策军将士听着，本侯今日奉先帝遗命清君侧，不杀降兵，不伤百姓。你们若还是大庸军人，就别替通敌国舅挡刀。动摇军心者死！韩承业，你杀边军，杀忠臣，杀百姓，现在连自己的兵也杀。能护住皇权，死几个兵又如何？镇北军，叫神策军械，拿韩承业。杀！都醒醒！你们护的是通敌贼，不是大庸。军令在身。军令让你给北邙奸细卖命吗？你若还有血性，就回头看看，韩承业刚杀的是你的兵。薛远，你敢停手？国舅，末将想问一句：北境不防土，为何在你府你也要反？末将不反，末将只是不想做北蛮的刀。神策军薛远，请镇北侯查明真相。若我等错了，愿受军法。混账！一群废物！陛下不能再等，启动龙玄位。龙玄位是先帝留下的死士，守护皇子，不入朝政。秦北川已经逼到太极面前，若不用，陛下今日便要被他逼退位。那就别心软。传龙玄位。龙玄位，陛下，龙玄位不可对百官动手。杀秦北川，夺回遗诏和证据。江明欢，你又拿我妻儿开刀！今日之后，再无半分君。护夫人，护小世子。娘，爹真的来了。是，他一直都会来。秦北川，玄龙虎符另一半在镇守中，部署合一可调镇北军。朕命你麾下10万铁骑，立刻退兵。镇北军听令，虎符在此，尔等立刻放下兵器。
你们敢抗虎符？虎不能调兵，调不动被寒风冻了10年的心。陛下若拿虎符补军饷、抚阴魂，我等跪谢；陛下若拿虎符护国救、杀忠良，镇北军不从。不从！反了，全反了！陛下，快下旨诛杀他们！韩承业，虎符调不动镇北军，你的命也调不动。拿韩承业！陛下，退入太极殿，只要守住内殿，还有机会。秦北川，朕是皇帝，你敢逼朕？陛下若是明君，臣不敢；陛下若是昏君，先帝许我敢。关殿门！陛下，你关的不是殿门，是民心。侯爷，攻吧，攻！今日不破太极殿，大庸永远被这群蛀虫关在。臣请镇北侯入殿，查国舅通敌，正大用成纲。臣请镇北侯入殿。百姓退后30步，诸军不得踩踏，不得纵火，不得乱杀。禁军愿维持秩序，神策军愿护百姓退避。装殿门，守住！谁敢后退，杀无赦！停！侯爷，殿内宫人内侍无辜禁军听着，本侯只拿韩城部弃者不杀，10息之后仍替通敌贼守门者同罪。谁敢开门？侯爷饶命，我们不想替国舅送死。他们都知道惜命，韩承胄，你呢？秦北川，你踏入太极殿这一步，便再也洗不清谋反之名。我若为皇位而来，第一眼看的会是龙仪，可我今日第一眼看的是你这条通敌狗。国舅救我，那些账都是你让我做的，北蛮密信也是你让我送的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！安然朝廷重臣，罪加一等。你想灭口？秦侯爷，我有证据，我还有一本国舅付给北蛮的分账，在我面前灭口，把账拿出来！军粮、东衣、城池、百姓，韩国舅，你卖的真全。陛下，现在你还要说我爹是反贼吗？好得很，既然逼我，便让你看看韩家真正的底牌。韩明思君3000，今日就葬了你这镇北。哈哈，秦北川，你以为破了午门，进了太极殿就赢了？韩家历朝100年，靠的可不是女帝一人。国舅，你在太极殿下养私军？陛下，若没有韩人私兵，今日谁替你守皇位？禁军动摇，神策军反水，龙良卫被秦北川打散，现在只有韩家还忠于陛下。忠于陛下，还是忠于你韩承业？有区别吗？没有韩家，他坐不上这个皇位；没有韩家，这大庸朝堂早就塌了。放屁！大庸塌不塌，不是靠你韩家撑着，是靠边关将士用命撑着。边军一群泥腿子，死了便死了，只要朝堂稳，边疆丢几座城又如何？再说，我说边疆丢几座城又如何？赵破破令，末将在。韩承认，挡路者按通敌同党论处。杀秦北川者，封侯，赏金10000两。北蛮古符。侯爷，这里面混着北蛮人。韩承业竟把北蛮人藏进皇宫，这不是通敌，这是引狼入室啊！国舅，这也是秦北川伪造的吗？成王败寇，只要今日杀了秦北川，谁还敢问这些人从何而来？你们这些坏人！我妻儿死！侯爷，抓到统领了！谁让你们在太极殿下藏兵？100年基业，岂是你一个边将能毁的？都说了，今日若杀不了你，烧太极殿，和你同归于尽！北川，他们要烧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你想烧太极殿，想烧证据，也想烧死殿里的百官和工人。非常之时，行非常之事。你所谓非常之事，就是拿所有人的命给你陪葬。侯爷，我愿作证，我全都说。是韩承业命我探军赏，他说边军远在北京，冻死几个没人知道。他说抚恤银给死人家属，不如给活人享福。畜生！让他说完。还有账本，还有名单，每一笔被扣的东衣、军粮、抚恤银都有分账。大头进韩家，小头进我裴家和各州。我念吗？念。镇北军陈大勤雁门关战死，抚恤银30两未发。镇北军周铁柱、裴石宝冻死，抚恤银20两未发。镇北军刘长生云岭道断粮讲而死，抚恤银30两未发。陛下，这不是账，这是人命。10年，战死、冻死，
饿死病死的兄弟，抚恤银被吞37621套。边军打仗本就会死人，难道每死一个人，朝廷都要倾家荡产去赔？他们不是为你韩家死的，他们是为大庸死的。大庸就是朝堂，就是世家，就是皇权。没有我们这些人，哪来的大庸？没有百姓，没有将士，才没有大庸。秦北川，你说的再漂亮，也不过是一个武夫。今日你杀了我，明日世家便会让天下停摆，粮路断，税银停，官员罢朝，你拿什么治国？天下不是世家的，是百姓的。韩承业贪军饷，害边军，通北蛮，卖城池，养私军，藏蛮兵，刺杀传诏老臣，火烧皇城粮仓，桩桩件件，人证物证俱在。陛下，现在你还要护他吗？陛下，想清楚，你若弃我，韩家便不再保你。看来陛下还是不敢。那臣替先帝，替边军，替大庸百姓，斩国贼。国舅，你做什么？陛下，别怪臣，你已经护不住韩家了。既然如此，你这皇位也该换个更听话的人来做。你一直在利用朕。陛下今日才知道，没有韩家，你不过是先帝留下的一个小姑娘，是韩家把你扶上龙椅，也是韩家替你挡朝臣。你真以为自己是天命之主？韩承业，放开他，再识得也是大庸女帝，不是你手里的挡箭牌。秦北川，你不是清君侧吗？我今日就站在君后，你敢动手吗？北川，赵国英，来，3息后砸左柱图灯，1、2，你数什么？3。秦北川，杀我！世家不会放过你！你以为百姓喊你几声侯爷，你就能坐稳天下？没有世家替你办事，你什么都不是！我从没说过我要做天下，但我知道天下绝不能再让你这种人坐在百姓头上。从没说过我要做天下。可笑！你今日杀我，明日就会有第二个韩承义。人心贪婪，朝堂永远如此，所以才要换。韩承业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。本侯奉先帝遗诏，清君侧，安社稷。今日斩韩承业，以祭北境英魂。你敢！斩！陛下，救我！救我呀！告慰英魂！告慰英魂！告慰英魂！国贼已诛，陛下，该轮到你给天下一个交代了。交代？朕是皇帝，朕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秦北川，你杀了国舅，你杀了朕的根基。不是给我，是给陆城，给魏公公，给北京战死将士，给被烧粮仓的百姓。百姓、忠臣，你们一个个都拿这些东西逼朕，朕只是想坐稳皇位，有什么错？真正的王位不是靠杀忠臣坐稳的，是靠让百姓相信你能护他们。你闭嘴！若不是你，秦北川不会南下。若不是你们母子，朕不会被天下人耻笑。不是我们害你，是你先害我们。朕就先杀了你！爹！北川，爹！江南环，这是你第3次拿我的妻儿开刀。前2次我忍了，这次天下人都看见了。臣曹骁不再昏君之命，臣薛远不再奉昏君之命，臣等不再奉昏君之命。你们都反了！陛下，不是臣等反了，是陛下先背弃了大庸。陛下错杀忠臣，包庇国贼，火烧粮仓，刺杀镇北侯，齐着君德一事，臣请废帝！臣请废帝！你们不能废朕，你们没有资格废朕。这是先帝亲封的，朕是皇帝。先帝遗诏说，新君失德，镇北侯可清君侧，安社稷。可先帝没有说，我能废你。能废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失去的民心。民心。废帝！废帝！
江明皇，你还听得见吗？不是我的声音，这是天下的声音。其一，听信谗言，构陷镇北侯；其二，求忠良妻儿，逼迁伪贡；其三，错杀大二里金牌，置北境战局于不顾；其五，包庇国舅韩承业通敌；其六，娘，他会认错吗？不是所有人都会认错，有些人只会怪别人，不让他继续错下去。女帝江明皇失德失民，不堪承天命，臣等请废帝位，贬为庶人，幽禁冷宫，永不得干政。请废帝！秦北川，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王位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做，是你一步步把大庸推到无人可做的地步。朕没有输给你，朕只是输给了韩承业。你输给的是自己的猜忌，是你不信忠臣，只信奸臣，是你宁愿保住龙椅，也不愿看一眼百姓。父皇，原来你早就知道我坐不稳这天下。废帝！废帝！请镇北侯安天下！镇北侯，女帝失德，韩家服卒，朝堂动荡，如今能安天下者，唯有侯爷。请镇北侯登基。10万镇北军，请侯爷登基。只有您坐上那位置，边军兄弟的血才不会白流。爹，做皇帝是不是就能不让别人欺负边军了？你若不做，谁来护他们？今日不登基，侯爷，魏公公尸骨未干，边军抚恤未补，百姓粮仓未赈。这个时候做龙椅，是对他们不敬。先安亡魂，再安百姓，最后再谈谁做天下。侯爷饶命！我都招了，韩承业也死了，我只是听命行事，我罪不至死啊！跪下！裴玄礼，你贪军赏识，可曾想过这些名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愿意把银子都还回来，我裴家还有宅子铺子都可以赔给边军。银子！陈大牛冻死在黑石堡的时候，他娘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。周铁柱战死之后，他媳妇带着孩子讨饭，孩子病死在路边，这些命你拿什么赔？今日本侯不让你痛快死，我要你听完这些名字，每一个名字都是你吞下去的一口血。镇北军陈大鸟，镇北军周铁柱，镇北军刘长生，镇北军马顺。别念了，求求你们别念了！他们死的时候也求过，可你没有听。按大庸律，贪没军粮致将士死亡者，该当何罪？斩！抄家，所得财物补还军中与遗属。侯爷，你不能杀我！你说过要依法不是私刑，我愿意赎罪，我愿意给边军当牛做马。你这种人，当牛马会脏了牛马。裴玄礼，你贪的每一两银子都沾着边军的血，你害我妻儿入狱，逼我儿认父为贼，你不死，大庸军法便是笑话。陛下救我！你喊谁都没用了。行行，诸位兄弟，第一笔债今日清了，剩下的秦北川会一笔一笔替你们讨回。侯爷，为何要将这些金牌挂在朝堂？让后来的皇帝看，让后来的朝臣看，忠臣是怎么被逼成反贼的，边军是怎么被逼到皇城下的。这一道金牌送到北境时，北蛮20万大军压在雁门关外，我若回京，北境破；我若不回，妻儿死。这是先帝留下的大庸皇权，还是奸臣手里的杀人刀？侯爷，这12道金牌就是大庸王国的12声丧钟，所以他们必须挂在这里。从今日起，大庸龙朝堂凡有军国大事，不得一人喜怒乱召边将。边境战时，朝廷不得无故夺将，不得寇得挟加眷逼军心，违者以乱国论。臣等谨记。侯爷，旧地已废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如今朝堂震荡，各州观望，世家暗流汹涌，可无人即刻登天下再乱。请镇北侯登基。我说过，今日不登基。侯爷，您若不做，谁做？难道再从皇族旁这里找一个只会被世家操控的傀儡吗？先帝还有宗室，宗室早已被韩家养废，不是贪图喜乐，便是畏首畏尾。他们敢查军饷吗？敢补边军欠账吗？敢动世家吗？爹为什么不想当皇帝？因为你爹知道，那不是荣耀，
那是天下最重的一副担子。今日先处理3件事：第一，安葬陆程与魏公公；第二，补发边军欠饷抚恤；第三，赈济被烧粮仓波及的百姓。这些做完，再谈地位。我秦北川回京，不是为了请御，若连亡魂都未安，百姓都未稳，就急着做上去，那我与江明混又有何不同？侯爷仁德，臣等愿等。侯爷，我父亲死前说，他没能救下您妻儿，也没能阻止女帝。他说他愧对大庸。你父亲没有愧对任何人，是大庸愧对他。陆程死谏，为的是查明君上贪腐，为的是保大庸最后一点清明。今日恢复陆程大理寺卿之名，追封忠烈公，陆家3代由朝廷供养。陆程门生故意，先前因牵连被贬者，重新核查，不得冤枉一人。谨遵侯爷令。侯爷，陆大人死前，朝堂无人敢救，臣等惭愧。惭愧没有用，以后朝堂上若再有忠臣死谏，你们要做的不是低头保命，是站出来和他一起说话。臣记住了。侯爷，韩家、裴家、周贺、刘奎等人的抄家银已经清点完毕，补边军欠饷后，还能胜济京城百姓。先补百姓被烧粮仓损失，再修粮仓，最后补官府库银。侯爷，朝廷库银空虚，若不先补库，后面新政难行啊！百姓饿着肚子，新政也难行。库银可以慢慢填，人饿死了，填不回来。侯爷，我娘说您是好人，以后还会有人烧粮仓吗？不会，以后粮仓是百姓的命仓，谁敢烧，谁偿命。请镇北侯登基，请镇北侯护天下。这已经是第2次了，我还不能答应。为什么？我怕自己一答应，就忘了今日这些眼睛。我怕坐上去后，也变成只看龙椅不看百姓的人。那就记住今日，让这些眼睛永远看着你。侯爷，陆程已归葬，边军抚恤已下发，京城粮仓百姓已安。如今各州都在等京城消息，若再无新军，地方必生异心。侯爷，兄弟们不是想让您享福，兄弟们是怕今日打下来的公道，明天又被别人卖了。您若不做，那些世家迟早再扶一个江明混出来。这是第3次请命，侯爷若仍拒绝，臣等便只能请天下百姓联名上书。不必拿百姓逼我，他们不是逼你，他们是在把自己托付给你。爹，皇帝是不是会很累？很累，比守边还累。那为什么大家还要你做？因为他们怕再来一个坏皇帝。那爹做皇帝可以不让别人跪吗？我在诏狱里跪过，娘也跪过，边军叔叔们给女帝跪过，可他还是要杀他们。如果爹做皇帝，能不能让好人不用跪坏人？北川，这个答案只有你坐上去才能给他。我可以做，但不是为了秦家，不是为了镇北军，更不是为了享受皇权。我若登基，第1条规矩，皇帝也要受法约束；第2条规矩，军饷不得经世家副省；第3条规矩，百姓不得因官员私罪受株连；第4条规矩，忠臣死谏不得先杀后查；第5条规矩，边关战时不得以将领家眷相逼。还有最后1条，从今日起，朝堂之上不许再说百姓如草芥，谁说谁滚出朝堂。这个好，侯爷，这是答应登基了。3日后，祭告先帝，祭告边军英灵，祭告陆程与魏公公，然后登基。
新君万岁！现在不许喊万岁，我还没坐上去。等我真坐上去，再看我有没有资格让你们喊。你终于答应了。不是我答应，是我不能再推。北境诸将士，秦北川今日登基，不敢忘你们之死。若有一日，我也成了弑边君如草芥之人，愿天下人以今日之名册问我罪。愿随陛下守天下。忠臣之血，不该白流。今日之后，朝堂可以骂皇帝，只要骂得有理，便不许杀。大庸有望了。娘，爹会是好皇帝吗？会，因为他怕自己不是。请新帝授官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朕登基第一诏，补发镇北军10年欠饷，战死将士抚恤按3倍补给。遗孤由朝廷供养至成年，将士父母无人赡养者，由当地官府按月公粮。若有官员再敢贪边军1两银子，斩。遵旨。第二诏，查韩家、裴家、云州、沧州及各路转运司贪墨案，不论官居极品，不论世家出身，有罪者依法论查。遵旨。第三诏，复就诏狱私刑，重审陆城案及所有因韩家牵连的冤案。从今日起，天下牢狱不得以逼供定罪，口供之外必须有实证。臣愿以残躯替陛下重整刑律。准。陛下，那北境呢？北境仍要守，但从今日起，守边之人不再是被遗忘之人。爹，现在大家是不是不用归怀人了？不是现在，是从今日开始，朕用10年守边疆，从今以后用1生守天下。陛下登基初定，朝局未稳。此时若大肆查抄韩裴、云州、沧州各家，只怕人心惶惶，天下不安。臣以为新政宜缓，边军欠饷10年也宜缓，战死将士遗属饿死、病死也宜缓，百姓被烧粮仓也宜缓。陛下，治天下不可只凭一腔热血，世家长账册良禄官吏相申。若陛下一刀切下去，伤的不只是贪官，也可能是整个朝廷。明白了，崔大人的意思是，贪官可以查，但不能查到你的世家头上。赵将军是武将，不懂治国之难。我确实不懂治国，我只懂我兄弟死在北境，抚恤银被你们这些懂治国的人吞了。崔景元，朕今日不是要砍世家，朕要砍的是伸进军小里的手。若世家干净，怕什么查？臣不是怕查，臣是怕陛下刚登基就被一群武夫推着乱杀，坏了国本。国本不是世家，国本是百姓，是军心，是公道。传旨，3日内户部、兵部、转运司交出10年军饷流向，账册缺1页，主官停职，银两少1笔，追查到底。敢藏账、毁账、逃官者，以盗国论处。陛下，这一刀下去，恐怕会有很多人告病不上朝，病了就换，死了就抄家。朕不信这天下离了几个贪官，就没人会办事。陛下，户部、兵部、转运司共有137名官员递了病折，还有26人直接递辞呈。他们这是在逼陛下收回查账之令。他们不是病了，他们是怕了。准。既然他们不想做官，朕成全他们，但告诉他们，辞官可以，任内账册印进仓契公文一件不交，按盗国论，人走了，账还要查，死了也要查到坟里去。臣明白。臣陈怀义，原户部库房小役。臣手中有一份扛家与崔仁私分军饷的案账，臣原本不敢交，可陛下今日说，天下离了贪官，也有人会办事，臣愿试一试。从今日起，你暂代户部查账司主事，查清一笔，朕给你升1级；查错一笔，朕治你罪。臣不怕治罪，臣只怕这世道再无人敢查。秦北川，你真以为杀一个韩城市就能整个世家？老爷，北境来信，北蛮残部集结10万，正向云岭道而来。好，新帝刚登基，边疆变乱，这把火烧的正是时候。旨查10年军饷，补边欠饷，重审冤案。他们喊他陛下了。
娘娘，不，江姑娘用些粥吧。连你也不敢叫我陛下了。也对，朕已经不是皇帝了。废帝殿下，崔阁老院助您复位，只要您写下一道血诏，称秦北川篡位乱国，世家便可号召各州前往。复位？是。秦北川刚登基，根基未稳，如今北蛮再犯，朝中世家不服。只要您出面，天下仍有旧臣，愿奉您为正统。请殿下写诏。我爹守的是你的江山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我已经错了一次，不能再拿天下给世家陪葬。殿下，这是您唯一的机会。不，这是你们世家唯一的机会。你们想借我这块废掉的招牌，重新做回百姓头上。既然殿下不肯写，那便只好请殿下死得有用些。秦北川，崔景元的人。好，爷爷等你半天了。你派人盯着我？不是盯你，是盯世家。崔景元想用你复辟，朕猜到了。你来是看我笑话？朕来问你一件事：韩承业死前是否还有边防暗线？这是韩承业曾交给我的。他说，若镇北军不听虎符，还有一条能乱北境的线。当时我没有多问，现在想来，是北蛮。云岭道。北蛮残部正在向云岭道集结，看来韩家死而不赢。秦北川，我不求你原谅，但若北境再乱，别让百姓替我的错继续还债。朕不会。那就好，至少你比我更像皇帝。陛下，云岭道急报，北蛮10万骑兵压境。陛下刚登基，北蛮便犯边。若陛下不亲征，边军恐怕不服；若陛下亲征，京中又无人坐镇，此事难啊！崔大人说了半天，就是想让陛下离京。陛下一走，你们世家好关门造反。赵将军慎言，老臣只是为江山考虑。云岭道守军多少？回陛下，云岭道守军3万，但因韩家多年克扣严谨，若骤老去军械，北蛮10万骑兵，云岭道最多撑5日。所以臣才请陛下亲征，只有陛下能稳北境军心。所以臣才请陛下亲征。当今天下，只有陛下能稳北境军心。不必，臣去。陛下刚登基，京城新政才开，这时候陛下不能走。北蛮来的是残部，不是北蛮王庭。臣跟随陛下10年，打过他们无数次。臣能。赵将军勇勇可嘉，可若败了呢？败了，我提头回来。赵破虫听旨，朕命你率镇北军3万，驰援云岭道，曹骁、薛远各率禁军1万，随军护粮。此战不求斩尽北蛮，只求守住云岭百姓。若粮草不足，就地开韩家旧仓；若官员阻拦，先斩后奏。臣领旨。陛下，以前都是您带我们打仗，这一次臣替您去。不是替朕，是替百姓，替新朝。都一样，反正北蛮那帮崽子，臣见一次打一次。赵叔叔，这是我给你记的，你一定要赢。小世子放心，赵叔叔一定把北蛮打得叫爹。不能叫爹，我爹才不认他们。你担心他？我担心的不是赵破荣，是京城。你觉得崔景元会趁真动手？一定会。赵破虫离京，边军分兵，他们会以为这是最好的机会，所以这一战赵破虫必须赢。而京城这边，朕也要让世家知道，朕不亲征，不代表朕动不了刀。送去北蛮营。赵将军，此地两侧高，中间窄。若北蛮在此设伏，我们会很被动。事后回报，前方有北蛮退兵痕迹，可痕迹太整齐，像是故意给我们看的。北蛮这帮崽子打了10年还没长脑子，他们想诱我入谷，那我们绕路。不绕。云岭百姓就在谷后，我们绕，他们就能先屠村。那怎么办？他们想扶我们，我们就扶他们的伏兵。曹骁，你带禁军走左岭，薛远，你走右岭。镇北军中军照常入鲁，等北蛮放箭，你们从2翼杀下。记住，不要恋战，先断他们退路。明赵将军，那你呢？我当然是当诱饵，不然北蛮怎么舍得出来？兄弟们，
陛下能把京城交给我们守，我们就不能把云岭百姓丢给北蛮。入股！早上还1斗5文，现在怎么涨到30文？北蛮打的是云岭，又不是京城，这是趁乱抢钱啊！爱买不买，粮路乱了，粮自然贵。新帝不是说要护百姓吗？那让新帝给你们变粮出来啊！草民参见陛下。1斗30。回陛下，北京战事一起，粮路危险，草民也是没办法。陛下，查过了，崔家粮行昨日刚入库10万担粮，粮路未断，他们是囤粮抬价。崔家粮，陛下，私粮也是粮，朝廷总不能强买强卖吧？朕不强买，朕按平日市价3倍买。今日起，京城所有囤粮超过1000吨者必须登记，愿卖朝廷按价收，不愿卖，若查出哄抬粮价、串联断市，粮没收，人下狱。陛下，这是动世家粮路。朕动的不是粮路，是你们趁百姓挨饿时伸出来的刀。陛下，云岭急报，赵将军中伏，生死不明。谁让你送这？陛下，臣早说过，北蛮犯境非陛下亲征不可。如今赵将军中伏，云岭危急，请陛下立刻停止查账，稳定朝局，亲征北境。若京中继续查抄，粮路不稳，前线更难支撑，请陛下以大局为重。陈怀义，你看出什么？急报风泥是真的，但字迹不对。云岭军报常用短句，绝不会写生死不明这种模糊之词。还有，赵将军若真败，镇北军不会送这种纸报。陛下，战场瞬息万变，何必纠结字迹？路过战场的人不会把败报写得像你们世家家的请愿书。说，谁让你传假败报？这是从你靴底搜出来的，你不说也已经够了。云岭大捷，赵破将军诱敌入谷，两应伏击，斩北蛮3万，伏敌主将。赵将军胜了，北蛮败了，新朝为我。臣赵破窗幸不辱命，云岭百姓无一村被屠，北蛮主将被俘。另外，还抓到1名崔家家仆。秦不亲征，可诱赵死。赵死则边军乱，边军乱则新政治。落款：崔。崔家通敌，又是世家卖边关，查崔家。崔景元，韩承业刚死，你就急着接他的路？陛下单凭一封信便想定老臣通敌之罪，世家门生遍布天下，陛下若动崔家，半个朝堂都会停摆。那就停。旧朝靠世家填官位，新朝不靠。传旨，开新朝第1场恩科，不问出身，不问门第，只问才学与品行。寒门军户、商家、农家子，只要能写字、懂律法、会算账、敢办事，皆可入京验士。陛下，这是要断世家的根，不是断根，是让天下人知道，朝堂不是你们几家的祖坟。拿下崔景元，查崔家粮路、军饷、通敌3案。秦北川，你会发现，杀贪官容易，重建天下难。难也要建，朕不怕难，朕怕的是天下再无公道。让泥腿子也来考试，朝堂是他们这种人能进的？秦北山果然是武夫，连官场规矩都不懂。忍着，进了贡院，拿文章说话。今日贡院门前，不论君臣，只论才学，都站着。陛下，第1场策论题已经拟好。若军饷经10手而失7成，如何访谈？若百姓有冤而无门，如何通达？就这题。新朝不缺会写华丽文章的人，缺的是能让军饷到边关，冤案见天日的人。朕今日只说一句：门第不能替你答题，出身不能替你办事。谁有本事，谁入朝堂。拿出来。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新朝恩科第1条，
夹带舞弊者，永不录用。以前考试都是他们世家内定，现在连世家子作弊也抓。新朝真不一样了。好，陈大人，崔家旧账查出来了，涉及30州，官员700余人，其中3州刺史已经封府具查。告诉陛下，世家不是停摆，是要反扑。陛下，老臣还是那句话，崔家倒了，半个朝堂都要瘫。30州官员若被查，州府无人办事，赋税无人征收，粮禄无人调度，您要的是公道，还是天下大乱？他问得好，若30州官员停摆，新朝可有人用？回陛下，恩科出事已出可用之人327名，另有军中账房、州县小役、乡学教讨，共计1100人，可暂代地方事务。他们出身不高，但都识账、懂律、愿查。学生叶青，父亲战死云岭道，家中3年未得抚恤，学生愿赴最乱之州查账，若查不清，愿以命赔。小人一辈子算账，世家账册怎么藏？小人一眼能看出。小人愿替陛下查粮禄，愿为新朝办事。你们这些寒门贱民也配入朝？正因为你觉得他们不配，这天下才必须换一批人来管。韩家刚倒，崔家又卖边关，这些世家听务权，这些眼里只有钱，哪有百姓？斩了他！秦北川，今日你杀我，明日世家人人自危。你以为新科石子能替你治理天下？他们没根基、没门生、没祖产，他们只会把天下治得更乱。世家的根基是祖产，新朝的根基是百姓。他们没有门生不要紧，朕给他们法度；他们没有祖产不要紧，朕给他们俸禄；他们没有靠山不要紧，朕做他们的靠山。臣等愿为陛下，为百姓尽忠办事。秦北川，你真要把天下交给这些泥腿子？天下本就是他们撑起来，只是从前你们不许他们抬头。崔景元通敌屯粮，传假败报，扰乱新政，罪证确凿，斩！新朝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从今日起，你们不是替朕做官，是替百姓做事。外面为何这么热闹？崔景元伏法了，陛下开恩科，寒门也能做官了。还有，京城粮价降了。粮价降了。新朝收了崔家屯粮，平价卖给百姓。奴婢弟弟也去应恩科了。他说，若能考中，以后就不用给世家做账奴了。他们以前见我，都怕得发抖。你是来杀我的？若要杀你，废帝那日就杀了。那你来做什么？看我笑话？来看你有没有被世家再利用。他们想让我写血诏，我没写。朕知道，所以你还能活着坐在这里。秦北川，我从前真的以为皇位是天下，只要我坐稳龙椅，就拥有天下。可我失去龙椅后才发现，宫女笑了，百姓有粮了，边军有饷了。原来我，从未真正拥有过天下。这是韩承业当年给我的，上面记着一些仍藏在地方的韩家暗线，我以前不敢看，现在给你。这些若不拔掉，迟早又成祸根。朕会派人查。你会恨我一辈子吗？我可以不杀你，但不会替陆城、魏公公、北境死去的将士原谅你。你以后活着，就是看新朝如何把你毁掉的东西一点点修回来。也好，这是我该受的刑。秦安曾问过我，你会不会认错？我说，不是所有人都会认错。现在看来，你至少开始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。替我告诉他，我欠他一句对不起。这句话你留着，等他长大，若他愿意见你，你自己说。父皇，女儿终于懂了，皇帝不是拥有天下，是被天下看着。爹，他们不知道你是皇帝吗？今日不想让他们知道。为什么？皇帝站得太高，看不见街上的泥，偶尔要下来走走。朝廷新政说免你一半田税，可没说粮种白给，不交钱就滚！大人，我家去年粮仓被烧，陛下说今年给粮种复耕，我不是不给钱，是实在没有啊。陛下说，陛下还能亲自来管你家几亩地？他管不了，朕管。
陛下，你不用跪，种粮的人不该跪扣粮种的人。爹，皇帝是不是就可以让所有人跪？错，皇帝是最不能让百姓跪的人。新政刚下，地方便有人打着朝廷名义扣粮种索银钱。今日朕若不亲眼撞见，老农农是不是就要跪到死？陛下饶命，臣只是一时糊涂。陛下，臣查过，此人上任3个月，以借手续费之名向灾民索银200余户，粮种仓里有粮，却不发给百姓，革职，押回当地公开审。被他索过银的百姓3倍返还，钱从他家产里出。传第4诏：天下百姓遇冤，可越级投状，军户遗属、灾民、老人、孩童入官署告状，不必下跪。官员若以跪拜压人，以轻慢百姓论。陛下，自古民见官须行礼，若人人不跪，官威若只靠百姓膝盖撑着，这种官威不要也罢。朝廷要的是能办事的官，不是让百姓跪着磕头的祖宗。爹，我懂了，皇帝不是让大家跪的，是让大家不用再跪坏人的。记住这句话，将来你若忘了，百姓会替朕提醒你。北境大捷，云岭道重建完成，镇北军新旧换防，百姓安之以毕。好，国门稳了，接下来该让天下慢慢稳。新朝军令：守边者粮饷直达，战死者遗属有养，伤残者朝廷供养终生。谁敢贪1两边军银，斩！守边守民守天下。今日朕来，是看边关，不是看你们跪。爹，这就是你以前守了10年的地方。是，以前这里只有风雪和战鼓，现在有羊群，有商队，有孩子笑声，这才叫守住了。你终于把北境守成了家。还不够，天下太大，能守住一时不难，难的是一代又一代都守得住。陛下，3年来边军欠饷进补，旧诏预冤案重审7300案，各州粮仓重建完毕，寒门入仕者已过1000人，天下赋税比旧朝少30%，国库却比旧朝多2倍。安儿，你记住，皇帝不是天下的主，皇帝是天下的守夜人。百姓睡得安稳，你才配坐得安稳。儿臣记住。黄六汤。这样的大庸，才该是父皇想要的。朕曾用10年守边疆，如今朕用1生守天下。